大家好，我是吕淑慧，我是兽医师的老师，我有30几年家禽牧场生物安全防护的经验。我现在在台湾大学兽医专业学院担任兼任助理教授。2019年的 COVID-19 造成了全球的一个重创，可是台湾让我们骄傲，让全世界看到台湾。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为什么台湾在全世界可以这样子把 COVID-19 挡在我们的国门之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有3个 COVID-19 的危机。那第一个危机就是彰化的白牌计程车司机被感染，第2个危机其实是我们的敦睦舰队的一个感染，第3个就是布桃医院的院内感染。台湾在3个危机当中，我们并没有去扩大，而且很明确的把这个疾病主角是因为全体国人去做了很明确的切断感染链。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发生了非洲猪瘟，台湾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非洲猪瘟的防疫，所以我们做了很明确的境外管制。那这个边境管制其实是所有兽医跟畜牧的防疫人员的功劳。那我们全部的养猪产业也很加紧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防疫。那因为台湾启动了这样子一个边境防疫的机制，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步成功的把这个疾病防堵于外。而我们有了全国防范 COVID-19 的经验，最重要2大原因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可是回到养鸡场，那鸡只会戴口罩吗？会勤洗手吗？当然不可能。那最重要就是我们饲养者的责任。我们怎么养鸡让它赚钱，鸡只不生病？当然，我们就想办法，等于让它勤洗手、戴口罩。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牧场的生物安全。跟冠状病毒长期抗战最有经验的其实是兽医师。在1930年的时候，有家禽传染病支气管炎，我们英文叫做 IB， 它的病毒就是冠状病毒。那个时候并没有疫苗。那养禽业者跟兽医师怎么去让鸡只不受这个病毒性的疾病干扰，一样养鸡可以赚钱？其实用的就是生物安全加高浓度的维他命 B。随着兽医师在疾病的防疫上，在1950年之后，其实传染性支气管炎的疫苗有活毒疫苗跟不活化疫苗相继的问世，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古老的疫苗，其实在鸡只的 IB 的防疫上给了很大的贡献，它可以成功的防堵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养鸡的人想要赚钱，就必须让你的鸡只健康。怎么做到呢？我们去让我们的鸡只戴上口罩，让它去勤洗手。最重要，你就要选择最棒、最适当的家禽传染性支气管炎的疫苗，但是要配合你做的最好的生物安全的防护，让我们的鸡只受到最好的保护，就跟我们全台湾人民去防疫 COVID-19 一样，让全世界看得到我们。不要忘记喽，你就是最棒的防疫英雄，我们也可以做到哦。